脑供血不足在生活中很常见，现在也越来越年轻化。若是出现脑供血不足，要及时进行改善。那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动作，坚持做能够帮助改善脑供血不足。这个动作很简单，首先自然站立，两脚分开和肩膀同宽，然后将脚尖踮起，同时双手在身体两侧伸直。当脚后跟落地时，双手同时向前对拍。这个动作每次做5分钟，可以早中晚都做一次。经常做这个动作能促进全身血液循环，让大脑得到充足的气血，对缓解脑供血不足有很大帮助。经常脑供血不足的人，平时要多注意锻炼，避免熬夜。饮食方面要以清淡为主，没事可以多吃点香蕉、山楂、苦荞等，有利于血管畅通。对预防脑供血不足，有结节偏爱散类人，牢记少吃2物，结节或许慢慢变小。第一，爱生气的人。对于爱生气、脾气暴躁的人来说，如果经常这样，很容易使内分泌紊乱，加重甲状腺的负担，时间长了就可能引起甲状腺结节。第二，碘元素摄入过多的人。日常生活中，如果碘元素摄入过多，会刺激到甲状腺，这样也容易诱发甲状腺结节，对健康不利。第三，熬夜的人。大家都知道，如果经常熬夜，也会导致内分泌发生紊乱，这样也会刺激到甲状腺，对甲状腺健康不利。如果有甲状腺结节，平时饮食也要注意少吃2种食物。第一种是含碘量高的食物，含碘量高的食物有海带、咖啡等，如果摄入过多，对病情恢复不利。第二种是辛辣刺激的食物，辛辣刺激的食物也会刺激到甲状腺，容易加重甲状腺负担，不利于结节的恢复。所以上面这2类食物，希望大家最好少吃，最好能够忌口，这样对甲状腺结节的恢复才会有帮助。酸痛、脖子僵，每天2个动作，打通淤堵，拯救僵硬的颈肩。动作1，自然的站立，将2手手臂弯曲叠放在一起，放在胸前，注意手肘要与肩膀平行，手背朝上，手掌心朝下，然后将2手手臂向外展开，肩膀尽量的分开，这样反复做3到5分钟。动作2，也是自然的站立，双手自然放在身体两侧下垂，保持伸直，然后将2手手臂由上向后的画圈，画圈幅度可以先小后大，这样反复做50次就行。上面这2个小动作可以每天交替着做，因为肩颈是我们人体气血运行的路口，所以经常练这2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疏通经络，打通淤堵的地方。每天坚持，颈椎、肩膀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改善。刚做的时候，可能有的人会不适应，还会出现疼痛的情况。不过只要坚持做，就能够看到效果。很多人由于工作性质或者是不良的习惯，长期保持一个姿势，那经常会出现肩膀酸胀、脖子僵硬的情况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动作，可以帮助缓解这种情况，让肩颈更健康。当出现颈肩不适时，大家可以站起来，双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腰背挺直，双手手臂在左右两侧旋转，这样旋转360度，旋转2圈之后，再将2手握住，然后向后拉伸，这样拉伸10秒，再重复做60下。这个动作可以帮助疏通淤堵，促进肩颈部的血液循环，对改善肩膀酸痛、颈椎疼痛、脖子僵硬有很好的效果。大家没事的时候可以经常做一做。那经常坐着的上班族很容易出现肩颈痛、身体僵硬的情况，这是因为长期久坐使得身体血液循环变差，所以大家不妨常做一做这个小动作，每天坚持练习，对身体有很好的改善作用哦。相信大家都知道，想要减肥就要管住嘴，迈开腿，可是有几个人能坚持住呢？如果你没有时间运动，不妨在睡前抽出一点时间试试下面这个小动作，燃脂效果非常好。做的时候在地上铺个垫子，俯卧在垫子上，然后用前臂和脚趾支撑身体，最好让颈部和后背在一条直线上，臀部尽量向上抬起，这样让身体成一个倒 V 字，双手手臂分开和肩膀同宽，头部在2个手臂的中间，这样坚持一会儿，如果累了就休息一下再做。每天睡前做这个动作3到5分钟。注意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要感觉颈部、肩膀还有大腿后侧有拉伸感，
这个动作对手臂、腹部、背部以及腿部都有很好的减肥效果。减肥不是1天2天就能瘦下来的，要长期坚持才行。一般只要坚持下去的人都会瘦哦。不过还要保持好的饮食习惯，这样减肥才能事半功倍。俗话说，人老脚先衰，养生先养脚。其实，在我们脚上有个长寿穴，每天按一按，可以达到养生防病的作用。这个养生穴位就是涌泉穴。涌泉穴在我们脚底，找穴位时将脚蜷起来，脚前面的凹陷处就是涌泉穴，是足少阳肾经的穴位。我们按摩这里时，可以每天睡前洗完脚，坐在床上，将一只脚放在另一条腿上，脚心朝上，然后用拇指的指腹进行搓揉。稍微的用些力气，这样反复的按摩3到5分钟，直到脚心发热为止。也可以用我们的大鱼际处进行搓摩，经常这样刺激涌泉穴，可以帮助疏通血脉，保护心血管，而且还有调控血压的作用，能够让身体新陈代谢变快，对排毒有帮助。如果能坚持按摩，还能够改善睡眠，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好处。这个方法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养生用，大家不妨试一试吧。烟对身体有很大危害，很多人也是意识到了这点，所以下定决心要戒烟。其实戒烟最难熬的有3个时间段，若能扛过去，或许戒烟就算成功了。第一个，戒烟7天之后。很多烟民戒烟7天之后，由于是刚刚戒烟，会出现很多不适的症状，比如失眠、食欲不好、浑身难受等。其实这个时间段也是最难熬的，很容易让人前功尽弃。如果这时再重新吸烟，会对肺部造成更严重的伤害，所以大家一定要忍住。第二个，戒烟3周之后。如果戒烟到了第3周，已经熬过最难熬的7天之后，这时身上不适的症状就不会很明显了，对香烟的依赖性也会逐渐消失。这时也一定要忍住，不要放弃。第3个，戒烟1年之后，熬过了上面这2个时间，戒烟1年之后，基本上也就算戒烟成功了。只要不重新吸烟，这个时候我们的肺部会慢慢的变好，对身体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。戒烟是难熬的，所以大家最好坚持。若能熬过上面这3个时间，那么你就能成功了。戒烟的时候，大家还要注意离吸烟的人远一点。如果非常想抽烟的时候，可以找一些食物来代替，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，这样对戒烟有。经常失眠不是小事，很多人都不以为意，时间长了会给身体造成很大伤害，所以我们应该及时调理。那有什么好方法可以缓解失眠呢？不妨在睡前做一个小动作，这个动作就是敲手指，伸出我们的双手，手掌弯曲，食指指尖相对，这样有节奏的敲打，力度稍微大一些。睡前敲打3到5分钟，这样敲打手指可以疏通经络，促进血液循环。睡前做一做，能够帮你提高睡眠质量，改善失眠。而且中指指尖还是心包经的起点，这样敲打还能够保护心脏，同时还能增加热量，提高人体的御寒能力，可以说好处多多。除了这个小动作外，大家平时还要多运动，可以经常出去跑步、游泳、练瑜伽等，或者多吃一些助眠食物，能够帮你尽快的摆脱失眠的状态。为了自己的健康，大家不要再忽视失眠问题了。全身有很多条经络，如果经络出现堵塞，那么人就会出现很多疾病，所以疏通经络很重要。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动作，对拉开全身经络有帮助。这个动作就是深蹲，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做。深蹲的时候，大家要把双脚和双腿并拢，然后双手抱住膝盖，头部尽量的往下低，蹲一会儿会有酸麻胀痛的感觉，这样坚持3到5分钟。别小看这个动作，这样深蹲可以拉开全身的经络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改善便秘和肠胃功能都有很好的效果，对预防疾病有很大帮助。大家可以每天坚持做一做。对于现在的人来说，大部分都有经络不通的问题，主要是不好的饮食习惯、久坐不动、压力太大导致的。所以大家想要保持经络畅通，还要改掉日常生活中不良的习惯，这样经络通了，营养才能够补进去，身体也会。经络遍布我们全身，那俗话说经络不通百病生。那经络不通，身体会有哪些信号呢？
首先是疼痛，然后还会有发冷或者是低热、麻木等问题。那该怎么疏通经络呢？下面教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就是转动2个地方。第一个，转动脚踝，在我们脚踝这里有很多经络和穴位，转动这里可以疏通经络，促进血液循环，预防血管堵塞。那方法很简单，先将一只脚踮起脚尖，然后顺时针转动1分钟，再逆时针转动1分钟，转完再换另一只脚。方法和时间一样，每天坚持做2到3次即可。第二个，转动手腕，手腕也和脚踝一样，有很多的经络和穴位，比如内关穴、神门穴。方法也很简单，自然站立，2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然后将双手向前伸直，掌心向前，顺时针转动1分钟，再逆时针转动1分钟。这个动作有空的时候就可以做。经常转动手腕可以促进气血运动，疏通全身经络，避免身体堵塞。那上面这2个动作简单易学，每天配合着做一做，经络通了，身体也健康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木子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